为什么这个倒置的红酒杯，不管你怎么摇晃，酒都不会从里面洒出来？倒回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在此之前，大叔做了个让人很费解的动作，用手不停地拨动杯轴。其实关键就在于拨动的这几下。想象一下，如果把红酒换成一个摩托车手，而酒杯是一堵圆筒墙，你就会看到一场发生在印度的反重力特技表演——死亡之井。这里，摩托车手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垂直的墙壁上骑行，且不会跌倒。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在快速移动的同时表演特技。而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一些微型汽车和拖拉机也能在上面驾驶。只见驾驶员先是用手摸了摸墙，然后开始一边在底部绕行，一边沿着斜坡向上行驶，最终紧跟在摩托车手之后。要知道，平时上坡就已经很难了，那他们又是如何做到在垂直于墙壁转动的同时还不会掉落下来呢？我们不妨做一下简单分析。当摩托车在墙壁上运动时，会受到重力、墙壁对摩托车轮胎施加的摩擦力以及法向反作用力。而要使摩托车不会从墙壁上滑落，首先得保证墙壁是干燥的。不过摩擦力还是无法大到能够抵消重力，所以这时法向反作用力需要足够大，意味着摩托车要有一个足够大的旋转速度。这也是开头的大叔要不停拨动酒杯的原因。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转速越快，杯内液体便能产生足够的摩擦力，用来抵抗重力。再加上这个酒杯底座处还装有轴承，所以只需要轻轻拨2下，旋转倒立就一气呵成了。但和杯子里的红酒不同的是，摩托车轮胎的接触点和汽车的质心不在同一条线上。那么随着速度的增加，摩托车会很容易产生转弯效应，导致摩托车摔倒。又该如何消除这种危险的转弯效应呢？倾斜是关键，这样便能产生一定的扭矩，使摩托车保持平衡。而要是倾斜的角度不对，那骑手就要用力往反方向推动摩托车来抵抗这种趋势了。倒入模具中，然后往里面施加压力，就这样上上下下反复压了几下后，粉末竟变成了光滑如新的砖块。不仅如此，要是换个模具，你还能收获一个电话卡槽、一个齿轮。这是粉末冶金的加压成型工艺，在此过程中施加的压力约为500到600兆帕。不过粉末显然只是改变了下形状和密度。下面我们换成煤炭，把它放在液压机下，第一次先用500兆帕的压力。可以看到，这时煤炭只是碎成了粉末，可能光加压还不够。接着在压之前给煤炭加热，但结果也失败了。我们都知道，天然钻石的形成条件极为苛刻，首先要在无氧的环境中承受900到1400度的高温和5到6级帕的高压，最终经过数亿年才行。但现在人造钻石已经实现，并且其中一种办法便是高温高压技术。不过它用的原料是纯净的碳粉，比如石墨，然后将其放在6面顶压机里，并施以恒定的高温高压，石墨粉便会在金属触媒粉的催化下在金种上结晶，这样你就能得到一颗闪亮的钻石。那带着这些条件，我们不妨把煤炭转换成纯度更高的石墨棒试一下。已知要把石墨转变成钻石，需要在5万个大气压下，而现在可控的因素有2个：一、液压机能施加的压力；二、活塞的接触面积。这里我们选用的是直径约为1厘米的碳化钨活塞，根据计算，液压机要能达到的压力约为40吨。下面将连接变压器的铜线分别焊接在顶部和底部，其中变压器上的最大电流是180安培，而产生的电弧温度可以超过2000度。一切就绪，然后把石墨棒放进里面开始加压。那这次会不会成功呢？好像和之前的煤块区别不大，我们放大看一下，你会发现在一堆纯黑的石墨碎片里出现了几块不太起眼的黄色物质，它们是钻石吗？你见过给地球打气的吗？只听噗的一声，土壤就像个大气球一样鼓了起来。
在打气时，工作人员会先将一个喇叭状的装置插到地底下，然后用力一压，里面的空心管便会刺穿土壤，并注入大量的空气。如此一来，气就打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好好的为什么要给土壤打气呢？这是因为土壤出现了呼吸不畅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土壤中还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孔隙，但是在一些重型机械的高压下，这些空间很容易消失。那么被压实的土壤就会像块屏障般阻隔着空气、水和养分到达植物的根部。所以这个时候给土壤打打气就很有必要了。像耕种之前先犁一遍地，其实也可以缓解这种情况。唯一不好的是，犁地时会把土壤翻转过来，导致土壤的结构被破坏。这样对比一下，开头使用的尖刺曝气法，打个小孔就能改善土壤的渗透性，基本上不会对土壤造成伤害，并且也不用耗费太多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不过，这种曝气方法不太适用于粘土，在使用时往往还会结合液体曝气，比如将一些混有润湿剂和肥料的液体喷洒在草坪上，不仅能分解土壤中的致密颗粒，还提高了土壤的肥力。因此，无论是尖刺曝气还是液体曝气，这些人为松动土壤的方式都是在让土壤变好。但当土壤自己呼吸过度时，极大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在视频中你能看到，不断起伏的路面就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在大口呼吸。其实这是土壤液化的结果，它往往伴随着地震出现。比如2010年发生在新西兰南岛的一场 7.1 级地震，因为土壤液化，汽车被地面吞了进去。再比如去年12月甘肃发生的 6.2 级地震，影响到了青海的2个村庄，而这些从地面喷出来的泥浆也是因为土壤液化。那土壤液化是怎么形成的呢？关键在于下面这3点：一、土壤松动；二、水分过多；三、受到强烈震动。我们来看个实验，在这个容器中装有沙子和水，如果不断晃动它，下方的水就会慢慢渗透到沙子的间隙中，最终使土壤变得像液体一样。把一只烙铁用力压在马匹上，意料之外的是，马却没有失控。看到这儿，肉疼之处更多的是惊讶，这些马的忍耐力都这么强的吗？其实这是一种冷冻烙印法。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雷尔在研究低温对细胞活性的影响时开发了这项技术，并使用干冰和液氮作为冷却剂，尤其是液氮，在常压下温度能达到-196度。那它又是如何在牛马身上留痕的呢？在烙印之前，工作人员会把烙铁放在液氮里冷却20分钟左右，然后将牛固定在挤压槽中，剃掉要烙印位置的毛发，再用95%到99%的异丙醇浸透刮毛处，接着给它重重一击。这里还不能马上松手，烙铁得按压20至45秒才行。如果冷却剂用的是干冰的话，那就需要停留45至50秒了。来看这张被冷冻烙印后的愈合图，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压痕处的毛发变成了白色，这是因为在冷冻烙印时，毛囊内的黑色素细胞被破坏掉了，所以才会导致白发生长，并且在此过程中，边缘处的黑色素细胞受到压力后会产生更多的黑色素，这样一来，烙印就更加清晰了。与热烙印相比，冷冻烙印不会很痛苦，但用在浅色毛发的动物身上，效果不是很好。说到这儿，我很好奇这些标记的含义是什么呢？很显然，这一看就是品牌标志。这种的话，则表示该匹马出生在09年，编号57。但有时候，你又会在马身上看到一串很陌生的序号，就像这样。其实，在国际上还流行着另外一种标记法，它的奇偶数是一个正方形，奇数位是个菱形，中间2条平行线分别代表1和0。那又该怎么读呢？以这个为例，它的开头是个 U， 表示注册政府是 US， 然后拿出我们刚刚看到的阿尔法角标图翻译翻译，你会发现这匹马出生在2016年，它的注册号是824828，而注册号下方的水平线则是为了防止马的皮肤发生扭曲后作为参考用的。前2天刷到了这个视频，
体育馆内部原本泛黄老化的椅子，只是被火烤了一下后，就立马变得焕然一新。还有很多人把喷枪对着汽车的保险杠烤，无一例外，它们的表面都像被喷了一层漆，跟新的没啥两样。那为什么用火烧能翻新老旧物品呢？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热塑性塑料。比较常见的有聚氨酯、聚氯乙烯和聚丙烯等。当它们用的时间长了，表面就会发白，颜色变得暗沉。不过这可不是因为褪色，就像你把塑料瓶用力弯曲后，对折处也会变白一样。实际上在此过程中，它们发生了塑性如变。如果将其放大50倍、100倍，甚至是200倍，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的连接断开了，也就是出现了裂纹。这样的话，不同大小的孔洞便会降低受力区域的折射率，导致其散射和反射所有的可见光。尽管添加了颜料，它看起来依旧是白色的，但这并不代表没办法修复了，毕竟它不是热固性塑料。如果说热固性材料是一个被煮熟的鸡蛋，像有机硅、环氧和酚醛等，它们的变化是不可逆的。那热塑性材料就像蜡一样，它的最大特点便是可塑性强。作为一种高分子化合物，这些材料的结构一般都是线形或者带支链的，并且分子链间没有化学键，遇火加热的话非常容易发生分解。融化重塑后，等它冷却下来，破坏的结构就被修复好了。另外，从理论上说，热塑性塑料可以多次重新融化，且不会损害塑料结构，是一种相当省钱的翻新方法。但在用火烧的时候，也要注意掌握好烘烤方法，否则会很容易损坏塑料件。比如刚开始要将塑料表面清洁干净，避免上面残留的灰尘融化后影响翻新效果。等它变干后，再把热风枪靠近表面，接着慢慢扫动或画一个紧密的圆圈。其次，也要结合塑料的材质调节好烘烤温度，比如聚丙烯只要超过90度就可以，而聚乙烯的分解温度需要达到270度。当然，选好工具也很重要。像有的人会用热风枪，甚至是吹风机来修理车身面板，但它们的散热效果很差，很容易就会导致塑料件变形。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材质也会用火烧翻新，即火烧石。只见工人叔叔用火枪对着它喷了一段时间后，整个石头像洗净铅华般，露出一种古朴自然美。在此过程中，火焰温度要达到800到1000度，最终结果呢，会掉落0.5到1毫米的外表层。用这种方法加工后的火烧石不仅十分美观，还不容易变形，防滑效果也很好，所以被广泛用于地铁、公园和停车场等。在10几年前，市面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洗手神器——不锈钢肥皂。据说在切完洋葱、大蒜或者生鱼后，拿着它在流水下搓一会儿，就能除掉手上的臭味。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又是啥原理呢？其实最早发现这件事儿的是不锈钢厂的师傅们，他们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当或者不锈钢合金零件洗手时，能有效去除手上浓重的油味。而最早使用这种肥皂的大概率是外科医生。2010年，英国皇家外科学院年鉴中提到，不锈钢肥皂能帮助去除人工排泄或粪便性腹膜炎手术后留下来的难闻异味。再后来就是嗅觉灵敏的德国商人把它带到了厨房。不过这玩意儿有用是有用，原理却始终没个准话。现在流传比较广的有以下几种说法。首先是摩擦党，即不锈钢之所以不锈，是因为表面可以迅速产生致密的铬氧化膜，阻止疏松铁氧化物的形成。而在摩擦后，表面的氧化膜被蹭掉了，随之而来的是手上气味浓重的含硫化合物与金属紧紧地贴合在一起。这里不论是被吸附走也好，还是发生反应，总而言之，手上的气味是通过摩擦被带走了。有学者曾做过实验，先将不锈钢放进强酸环境中腐蚀，然后在放大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我们能看到很深的凹坑，但是往里面添加大蒜的提取物后，凹坑明显变浅了，这就有点吸附的意思了。其次是分解党，即不锈钢空气与水同时接触时，把异味分子的结构给分解了，使其还原成无味状态。
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不锈钢有助于破坏皮肤上的表面张力，从而去除油脂。但这好像跟气味的关系不大。好了，不说这些复杂的了，咱们来聊点轻松的。既然不锈钢能去除异味，那用手搓搓勺子或者摸摸水龙头，是不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此刻，大量的烟雾正在从窗户中冒出，始料未及的一个大火球突然从里面喷了出来，这就是极度危险的回燃现象。在火场中，它可是隐藏的杀手之一，因为许多地方看起来还算安全，下一秒打开这扇门，灾难就发生了。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火焰回燃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实验者把一块从家里带来的鸡腿毫不犹豫地扔进了锅里，然后盖上锅盖，等个几秒后再将锅盖拿走。可以看到，在开锅的同时，烟雾被迅速地吸了进去，复燃的火焰也在顷刻间被烟雾点燃了。接着，实验者又拿出一个集装箱，并特意为它装修了一番，然后开始点火。等到火势起来，他便将所有的窗户和门关上，让集装箱里的氧气自行耗尽，最后打开顶门。这时烟雾开始透过门洞散去，我们能看到在烟云弥漫下没有任何的火焰产生，一切看着似乎都很正常。一段时间后，消防员刚要上去查看，一股强大的气流瞬间冲了出来，爆炸来得猝不及防，但却有规可循。仔细观察，你就能发现前后两个实验的共通之处：一、燃烧发生在密封的空间内；二、燃烧空间缺少氧气；三、突然灌入大量的空气；四、火焰呈爆发式燃烧。所以，如果在火场上觉察到这些征兆，很大可能就会出现回燃。同样可怕的还有烘燃，只不过回燃是由空气驱动的，而烘燃是温度驱动，即在火灾中，室内所有可燃物瞬间被点燃的现象。刚开始燃烧的可能只是垃圾桶内的一团纸，但随着火势的蔓延，热量开始辐射到所有物体表面，产生的可燃烟气也不断堆积在天花板下方。一旦房间内的温度超过600度，轰然便会产生，但具体是啥时候，谁也无法准确判定，因为房间的体积大小和隔热性、可燃物的数量、空气供给情况，这些都会影响轰然出现的时间。这大概是最神奇的灯芯了吧？首先把煤油倒进底部的罐子里，然后往里面打几下气，此时煤油就被推到了铜管和盘肠里。接下来点火，要知道煤油在加热后会气化变成油气，它们将通过铜奶嘴被喷入到铜弯管当中，随即与空气混合。最后这股混合气体抵达泥头并开始持续燃烧，也就有了我们在视频开头看到的画面。这个物件的名字叫气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亮度很高，所以在电力没有普及之前，常被用作公共照明。
比如路灯。再比如上世纪60、70年代，村里开会、搭台子唱戏等都会挂上2盏明亮的气灯，而当中有一个东西很是金贵，生怕碰碎，它就是所谓的灯芯，实则的气灯纱罩。相信不少人都会好奇，这玩意儿怎么烧不坏呢？从外观上看，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摸起来柔软的苎麻袋子，但你不知道的是，人家经历过特殊的化学处理，浸泡在硝酸土溶液中，晒干后纤维上满满的都是硝酸土。那燃烧后会发生什么呢？苎麻纤维早就烧没了，剩下的硝酸土已经变成了白色的2氧化土，也就是那个脆弱的一碰就碎的网架。不过可不要看人家身子骨弱，能力还是很强的。首先，2氧化土不怕高温，熔点极高，可以达到2800摄氏度，并且化学性质非常稳定，火烧不坏它。其次，2氧化土在高温下受到激发，具有发射光线的特性，因此气灯才能格外明亮。但是它也有一个 bug， 土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如果用盖革计数器靠近早期生产的灯砂，我们确实能听到滴滴滴滴的声音。不过现在生产的灯砂已经用乙盐和钴盐替代了土盐，所以在购买气灯纱罩时，可以关注一下它是否是无放射性的，这样就能在户外放心使用了。玩了这么多年磁铁，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磁铁的能量从何而来？充磁又是什么原理？难不成它还能像充电一样把磁给充进去？这就不得不提到造磁。要知道，像铁、钴、镍这些金属本身是没有磁性的，在铸造时需要先把配料放进电感应炉中，直到金属完全融化，然后倒入模具中进行浇铸，接着将模具锤碎，再把磁铁合金碎片放到铜管里加热。现在的它仍然没有磁性，下面关键的一步来了，给它充磁。在强电流的影响下，原本排列混乱的小磁针开始按照规律均匀排布，直到方向高度一致，于是乎磁铁就具备了很强的磁力。看到这儿，你可能会想，那把外磁场撤掉后，磁铁不会失去磁性吗？其实得分对象，如果是软磁性材料，自然一断电就会恢复原样，比如电磁铁。但像硬磁材料，它具有很强的胜磁，所以即便断电也不会轻易改变磁轴的方向。如此一来，便拥有了永久的磁性，这就是永磁体。不过无论再强，它也耐不住高温，因为一旦加热，磁铁内部的原子运动会变得非常剧烈。当突破某个温度点时，磁轴的磁矩方向就再次陷入了混乱，而这个温度点就是居里点，也被叫做磁性转变点。居里温度之下，磁铁呈现铁磁性，超过了这个温度就变成了顺磁性。除此之外，用锤子不断敲击磁铁也会改变磁铁的磁性。从视频中你能看到，经磁铁磁化后的钉子刚开始还能吸住回形针，但只见它被当当的敲了几下后，钉子上的磁性就消失了。再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交变磁场中，比如下面这个来自科学家的奇思妙想磁制冷机便利用了这一特点。就像这样，把一块黄铜片放在2块铝磁铁的中间，然后在木棍上绑一小块嘎，并和热电偶相连，下面把木棍插进黄铜片中，可以看到温度升高了，再把它拿出去，温度又降低了。这是因为嘎是一种顺磁性材料，当对其施加外加磁场后，嘎的磁矩会有序排列，并开始呈现出铁磁性。在此过程中，它会释放热量，而将它从磁场中移开后，它又开始回归于无序状态，所以会吸收热量，如此循环往复，便达到了制冷的效果。把热水和冷水同时放进冰箱里，哪个先结冰？出乎意料的是，热水竟然先结冰了。看似不合常理，但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却让无数科学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63年，当时13岁的姆潘巴正在和他的同学一起制作冰淇淋。为了能抢到冰箱内剩余不多的空位，
热牛奶还没有冷却好，就被他匆忙地放进了冰箱内。等了1个半小时后，他发现其他同学的冷牛奶仍旧是液体状，反倒是自己的热牛奶已经被冻成了冰淇淋。再往前追溯，你会发现，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其关于地球科学的论文中也提到过这个现象。当庞图斯的居民在冰上捕鱼时，经常会用芦苇加重钓鱼线，而为了让芦苇快速结冰，他们就会在芦苇周围浇上温水。除此之外，笛卡尔和培根也有过相关论述，但这并未被当时的人们重视起来。直到1969年，在英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奥斯本的帮助下，姆潘巴发表了一篇论文，里面提到，在同等质量和同等冷却环境下，温度略高的液体会比温度略低的液体先结冰，这便是姆潘巴效应。该言论一出，就立即轰动了整个物理学界，科学家们轮番上阵，对它进行验证。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是水汽蒸发的锅，因为热水比冷水蒸发得快，质量有差，自然热水结冰的速度就变快了。也有学者认为冷水中溶解了更多的气体，导致它的冰点变低。还有人觉得是受对流的影响，热水在冷却时产生的对流比冷水剧烈，所以能量损耗的多，降温就变快了。猜测是一抓一大把，但这远远没完。就在2012年，英国皇家化学会为此还专门拿出1000英镑的奖金，组织了一场竞赛，最终收到了22000份参赛作品，但依旧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解释。那姆潘巴效应究竟存在不存在呢？方便的话，你可以亲自实践一番，然后在评论区回复实验结果。但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个小测试。2016年，伯里奇和林登将温度计分别放在了冷水和热水中，结果发现，如果温度计在2杯水中的深度相同，那么姆帕班现象就不会发生。而2只温度计一旦出现1厘米的偏差，就能错误地证实姆潘巴现象。由此可见，虽然目前我们无法查实姆潘巴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但可以证明的是，在2杯水结冰的过程中，有很多变量是不可控的，比如不规则的杯壁、水里的沉淀物等，这些都可能导致热水比冷水先结冰。所以，如果说姆潘巴效应成立的话，那反过来，加热时冷水肯定也会比温水先一步沸腾，而这显然违反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这大概是最酷的包装材料了，轻轻一拉，一张纸瞬间变成了一张大网，原本薄薄的平面也变得凹凸有致起来。我们从顶部观察，能看到它的网格形状跟蜂窝很像，都是正六边形，拥有很强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拉开后的纸张也像墙壁一样与地面垂直。现在将包装纸放在地上，上面再垫一个玻璃板，一位成年男性站上去丝毫没有问题。除了刚刚提到的2点，它还有一个设计很有趣。仔细观察那些小立面，边缘是锯齿状的，这不仅可以通过上下的小凸起来增加高度，还能在缠绕时彼此咬合在一起，实现自锁。下面我们不妨再看一下这种缓冲纸张到底是怎么用的。首先，一定要把纸充分拉开，注意最好是在桌面上操作，而非半空中拉开，因为很容易用力过猛将其扯断。第2步，包裹易碎物，这里只包1层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要4、5层。很方便的是，在包好后，纸张轻而易举的就能断开，不需要剪刀。再加上设计的结构可以自锁，连胶带也不需要了。最后将包成球的物品放进合适的箱子里就搞定了。与塑料缓冲包装相比，这种纸张有100%的再生纸制成，使用后也可以100%回收，无疑是一种环保材料。又因为是拉伸膨胀结构，能减少60%的包装用量，并且占用的存储空间也很小，所以现在很多商家开始使用缓冲纸张。其实我们见到更多的是这种薄薄的蜂窝纸，它的结构比较简单，拉开后从侧面看也是6边形，有时候会跟白色的垫纸搭配使用。
虽然说这一结构也具有缓冲功能，但跟刚刚的纸张相比，效果差了不少，所以更多是作为一种包装纸使用。除了蜂窝纸，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纸缓冲包装涌现出来，比如压泡纸，在经过机器的压制后，纸上会出现 3D 立体的凹凸纹路，能有效保护运输中的物品免受损坏。再比如风格纸套，它们很适合套在柱状物体上，杯子、红酒、化妆品等等。还有缓冲纸垫，这个看起来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很像是直接把纸揉皱了铺到物品底部，毫无技术可言。把几颗石头放在石棉网上加热，会发生什么？妈呀，这是被烫得灵魂出窍了，一个个的伸长、扭曲、变形着，从最开始的小石粒硬生生的变成了大黑虫。1824年，人们在发现这种石头时，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蛭石。咱们再来欣赏一下薄薄蛭石片是如何变成一本书的。果然，知识就是力量。有趣的是，把这本书放在手里捏捏，还能压扁。至于膨胀蛭石的形成原因，科学界普遍认为，在加热时，石头的四周要比中间先开始热。随着边缘水分的散失，层间间距减小，会形成一个封闭的状态，这导致中间部分蒸发的水蒸气难以散出。于是乎，这股强大的层间蒸汽压力迫使蛭石沿 C 轴方向迅速撑开，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像手风琴一样的画面。这里相信有小伙伴会注意到一点，石头里面竟然有水。没错，不仅矿物质能溶解到水里，反过来水也能入侵到矿物当中。举个例子，蛋白石看起来细腻柔滑又色彩缤纷，是因为它的晶体结构比较特殊，颗粒极细的凝胶体，里面含有 3% 到 20% 的水分，属于石头水中最为自由的吸附水。除此之外，还有加热后才能逃逸的结晶水，以及与矿物融为一体的结构水。而我们刚刚提到的蛭石是层间水，它介于结晶水与吸附水之间。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膨胀蛭石里的水分没了，又特别能吸水，所以保湿性能特别好。再加上质量轻、保温性能好、透气性能好，常被人用作养植物和孵乌龟蛋的垫料。当然，最多的还是应用在建筑领域，比如蛭石混凝土，用其建造的墙体不仅质量轻，绝热隔音效果也比较好。说到这儿，我不禁想起了另外一种矿物材料——珍珠岩。它跟蛭石很像，在高温加热后也能蒸发水分，大肆膨胀。还记得2023年齐齐哈尔的校体育馆坍塌事故吗？就是因为楼顶堆积了大量的珍珠岩，在吸满雨水后，重量能达到自身的5倍之多。最终，体育馆的屋顶不堪重负，轰然坍塌。打了这么多年羽毛球，我才知道，原来从大白鹅左翅膀上拔的毛更适合做成羽毛球。这是什么原因？难道鹅也分左右撇子？要知道，在制作羽毛球时，对毛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考虑耐打的话，那你最好去拔鹅毛而不是鸭毛，因为相比于鸭毛，鹅毛更轻，韧性也更强。另外，具体拔哪几根毛也很重要。像要制作一个高端羽毛球的话，太短太长的羽毛都不行，你得拔这7根刀鳞毛。这时你可能会想，一个羽毛球需要16根羽毛，一只鹅有2条翅膀，那我再抓只大白鹅不就行了？我的回答是远远不够，因为插在同一个球头上的羽毛，长短、重量和弯曲程度不仅要十分接近，更关键的是左右翅膀不能混着放。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用左翅膀制成的羽毛球。它的窄边羽毛在球的内侧，外侧羽毛看着是不是很饱满？因此，当羽毛球在空中飞行时，每根羽毛的受力均匀，落点会更加准确。反观幼毛球，羽毛的窄边在外侧，羽毛不全会引起受力不均，这样一来，落点根本无法预判，对运动员那是相当的不友好啊。如果你再把左右翅膀的羽毛混着放，
可想而知，打出去的球在空中会抖成什么样。为了减少拔毛的次数，机智的小伙伴想到了用塑料代替羽毛，确实更加耐用了，球也飞得更高更远了。但相比于羽毛制球，塑料制球在飞行时旋转速度明显慢了很多，球速衰减过快，不仅会使羽毛球的飞行轨迹受到影响，落点也难以把握。所以对于专业选手而言，他们更喜欢用鹅毛做成的羽毛球。在制作时，工人会先把羽毛放到分拣机中分好类，如果遇到机器无法辨别的，那就直接上人工。下面给球头打孔，种植毛片，封胶绑线。当然在此过程中，你还得把它放在这个风洞里测试一下，然后给它绑带。看着花花绿绿的颜色，其实它们代表了不同级别的羽毛球，比如绿色是低速的，蓝色是中速的，红色则是高速的。那羽毛球的速度最高能达到多少呢？140米每秒，速度堪比高铁。像丹麦选手科丁，早在2017年就杀出了426千米每小时的速度。